大家好，我是金建。这一章我讲一下 plan 计划，这是一些声明。我们做项目一开始总要有个计划，通常是以甘特图的形式体现出来。那我个人喜欢在 Excel 里面做，按每个格子一个星期来安排项目工作，因为通常项目时间有半年到9个月。在 Excel 里边可以按每周工作5天来很快的计算项目一共有多少的 working days。那这里是一个例子，我在这个视频里就不细讲这里边每一行的内容了。还有是 resource plan， 那它根据工作计划来安排需要多少人，然后计算多少人天在这个项目上。你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一部分是简化的工作计划，里边的各个阶段是从前面的工作计划来的，那也是按每个星期一个格子排列。然后这里每一行是一个人，包括项目角色级别等。那每个人在这个项目里需要工作的天数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需要早一点进项目，有的人需要晚一点进项目。比如一开始要做分析，做 blueprint， 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开发的人员，所以开发的人就晚一点进项目。后面等开发的工作做完了，也不需要那么多开发的人留在项目上，可能只需要1-2个人去 fix bug。所以不同的项目，不同的情况要详细安排人员。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成本，那每天的成本乘以工作的天数，这样加起来可以算出整个项目的人员成本。然后按成本再加一点 margin， 得到价格。做项目总是要赚点钱嘛，这个就是给客户的报价了。这里的成本和价格都是我随便写的，不要把这里的数字当成真实的这个价格。这里的工作计划和 resource plan 都是在项目上做计划的这个基本的内容。还有一部分是关于 expense。那比如这个项目是在南京，那有的人是从上海过来做项目，有的人是从北京过来，这样不同的人在项目上的 expense 不一样。expense 包括有 flyback。那 flyback 就是在项目上工作可以2个星期回家一次，近的话1个星期回家一次。那要不就坐飞机，要不就坐火车，来回的钱可以报销。还有就是 logistics。比如平时从住宿的地方打车去客户办公室的钱，算一个大概的这个金额。per diem 就是出差的补贴，按天算钱的。accommodation 就是住酒店的钱。那 team building 就是有的时候搞点聚餐之类的活动。所以所有的这些花费我们都包括在 expense 里边。然后整个 expense 加上前面的人员成本，就是整个项目的成本了。当然有的时候expense 可以直接 charge 给客户，比如客户说你发票给我，客户要给你实报实销，所以每个项目都不一样。这3个表做完了，才能够预估项目的成本，才能看你的项目能挣多少钱，才能在实施的过程中看是否在按计划的花钱。如果没有详细的计划，很可能项目做到一半，发现钱花多了，成本控制不住，就可能要加班之类的。所以这3个表是在项目的计划阶段最重要的内容。还有一些项目计划阶段做的工作比如 mobilization 动员。虽然刚才在人员计划里列了10几个人，有几个顾问、几个开发人员到项目上来，但是这也只是一个预估。比如实际上不可能正好找到从上海来的人有可能只有广州的人available， 所以 mobilization 就是要去找可用的人，把具体的人员确定下来，根据确定下的人再去调整 resource plan。还有kick off material
通常项目启动要开一个启动会，我们称之为 kick off。在会上呢，要讲给大家听啊这个项目的情况，包括 objective 啊、scope 啊、approach 之类的，那让大家呢在一开始呢就清楚这个项目啊应该怎么做。还有呢是 logistics，这个呢就是比如项目地在南京，那么顾问呢怎么从全国各地啊过来，住在哪里，怎么从宾馆呢去客户那边，然后在客户的办公场所啊怎么安排，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，然后办公地点的网络啊怎么连接，这些小的细节啊都要安排好。还有呢 contact list 联系人清单，就只跟项目相关的人，顾问和用户的联系方式。还有呢 staff 的 availability， 就是如果以后有人要请假的话，这个请假的流程呢应该是怎么样的？这些细节的工作啊，都要在项目正式开始前，在项目的计划阶段呢去做好。那么谁来做呢？显然是项目的 leader。虽然有的时候啊，项目经理会找人呢去做，但是呢，这些事情的职责呢，还是在项目的 leader 身上的。其实呢，有一些工作啊，在打单的时候就已经有计划了，比如在打单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这个项目啊应该有多少人，可以拿到哪些 resource，成本是多少，然后拜访客户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看看了附近酒店的这个价钱了。所以一般来说啊，在做 BD 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做项目的计划的工作了。好，总结一下，好的开始啊，就是成功的一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